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就觉得哇，我终于可以摸到自己的实体。后面里面是没有穿搭，我们摄影师不让我贴裙子，是变宽变大。如果它消泡了，就变全裸。变全裸，我们会让粉丝会有期待感，把作品要求到最好。真的，请问今天这么漂亮是要准备干嘛？今天是我心里都是你的写真签书会。那今天是在哪里办？我们今天在板桥环球购物中心2楼的户外花园广场。我们的主摄影师也来了，现在正在弄头发。后面是我的造型师小美，然后包含我们的心里都是你们的写真书里面的造型什么的也是小美，然后跟我们有另外一位造型师弟弟一起用。那今天小美也来帮忙我，就是签书会来做这个造型。谢谢小美。那这是你第几本写真？这是我第一本实体写真，那先前有出过一本电子写真，所以很紧张。那你觉得第一本跟数位的差别差在哪里？心情的感想？心情的感想哦，因为你出数位的时候，你就是只有电子，所以你就会很希望就是可以有那种纸本实体摸到那个书的感觉。第一次就是出了这个实体，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就觉得哇，我终于可以摸到自己有实体一本书的感觉，就是我也是一个写真书作者。那你会不会担心今天的粉丝来的人数嘞？老实说，一开始有点担心，但是刚刚就是早上10点多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铁粉们回报，大概人数已经100人以上了，就觉得哦，好像有一点开心这样子，希望可以继续往上破个300-400这样。真的，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总监，跟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邱大总监。总监，我问你哦，那个所以你跟真乃合作是，你觉得有什么感想吗？哦，来，我好好。为什么要外面讲？我不能听吗？我不能听吗？总编，我想问你哦，就是你跟真乃认识多久？那以及就是他在工作上面啊，他是一个怎样子的人？然后他私底下又是一个怎样子的人呢？认识多久了？应该是2-3年有了。这其实我是因为工作上跟他合作的，因为其实小真来的工作态度这个字来形容，大概就是可圈可点。因为他其实当初我在跟他合作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是感觉上是比较一丝不苟，所以很多东西就感觉上就比较注重那个小细节，有一种长得没尴尬。但是跟他相处起来，发现说他所讲的东西，如果你细想的话，他有在思考一个问题点，只是他会想的比较远一点点，所以跟他合作起来，感觉是比较安心放心，他会想的跟我想还要多，所以变成说在准备上跟他沟通过，的确比较稳扎稳打，所以变成他只要跟他合作的任何工作，原则上都不会有太大的状况，这是我对他的想法。他这个人，我觉得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在那么多艺人他就有种让我刚开始有点不适应，是他就搞威啦，很多话，然后就是他只要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多话到我觉得说，好像有些东西他不应该讲出来，他也讲出来。可是有些时候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在短时间了解他这个人的个性。可今天是因为他的签书会，我也是很期待他这一次的表现，但没想到比我们当初想象的还要高，所以也真的很感谢粉丝们的大力支持。可今天是一个回馈的签书会，然后我们也希望说他在今天的签书会的过程中，能够跟粉丝好好的互动，然后也可以带来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这样子。总编，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好，请问你跟这么多艺人合作啊，然后再来跟小真乃合作啊，小真乃跟艺人请问有什么差别？我知道你要问这个我跟你讲，在我的团队里面，我是比较不喜欢比较。我硬要讲的话我是可以讲我之前有合作哪些艺人，比方说像什么林莎演员啊，有一些都很有名的，但我不细讲所以大家都知道。只是说，因为今天是小真来的场次嘛，当然要多讲一点这个好话，因为这个是不能比的。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我觉得他是这样子，就是他的工作态度让我很惊艳，然后他在各个领域上的表现其实只要你给他一个任务，他会做到一个极致。这是我在跟他合作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当然这个没办法比较，因为每个人特色。不过就总的来看的话，我觉得他的优点是大于他的缺点，只是有些小习惯还是得改一下，大概这样吧。好，那个谢谢我们总编的官方说法官方说法，肺腑之言，好不好？确定不是官方吗？没有，这是老实话这样。我恭维金行吧，但是讲实在，真的就这样。好了，就这样了。欢迎我们小真乃出场。上一个球迷粉丝票的大文，大家好。
文熙哥想请问一下，就是你第一次跟真乃合作嘛？他在工作拍摄现场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暴怒脾气啊，或者是不好的态度等等之类的啊？没有哎，他对工作人员都很好，而且这个都会跟着这个工作人员一起把作品要求到最好。他是一个非常敬业、对作品非常要求的一位艺人。又是一个官方说法。唉，真乃，那我问你，请问就是你这个实体写真啊，跟你的之前的数位写真差别差在哪里？内容差多了。这一本实体写真书完全找不到一套时装，其实就是呢尺度变宽变大。因为我之前的数位写真就是内睡衣到比基尼为主嘛，这一个实体写真呢主要就是比基尼为辅，然后没有任何的时装，其实都是内衣啊、性感睡衣，甚至还有国王的新衣。可是国王新衣是什么意思？顾名思义就是你要聪明人才看到，没有？就是呢有一个泡泡立在这个书的最后面最精彩的地方，这样整本都很精彩，只是说从一开始的尺度就很大嘛，然后很火辣，到后面想说还可以弄出什么，就是来一个那个泡泡浴这样。所以那基本上泡泡浴里面是有穿还是没穿？泡泡浴里面是没有穿的啊，就泡泡浴就是只有泡泡遮点这样。那遮点的话是一般我们所熟悉知道贴胸贴吗？没有，我们摄影师不让我贴胸贴，他说胸贴不好修，把作品要求到最好。但是还是有防护措施啊。他是说就是只能贴那种透气胶带，然后很薄，然后去剪很小片那种的。把作品要求到最好。对，然后一般的胸贴那种圆的也不行，他说那个圆的太规律了，他也会不好去修这样。把作品要求到最好。所以这样等于是有点3点全裸嘞，就是基本上用泡泡遮住，就是它不消泡的状况都没有全裸。如果它消泡了就变全裸，所以我们造型中法师他们会很紧张，就赶快一直帮我挤泡泡，发现泡泡要没了，赶快把我往身上丢，然后再 OK 的时候再开拍的。这样子尺度都拍，那你会不会想说拍个3点你说3点全裸吗？哦，我觉得公司可能不行啊，就是希望还是让大家有一种遐想的空间，就是若隐若现之类，应该是不至于到3点全裸啦，基本上是不行的，就是可能会被总编骂。对，不行。对，我们还是要保持，就是我们不能那个被黄标，所以我们还是3点不露为主。但是我们会让粉丝会有期待感，跟看这本书的人，就是他会有一些想象空间，无限想象空间，毕竟想象最美嘛，对。
小真奶，心里都是你，圆满成功，耶！请问一下，你今天买小真奶写真买几本20本，买这么多？当然要，一定要，这才是支持啊！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关注小真奶多久了？从她进我们味全龙小龙女之前，华硕科技业女神的时候，我就已经在 follow 她了。那我想问，就是说你从她在科技业的时候就关注到她进入到球场，那你觉得小真奶是一个怎样子的人？就是一个很开朗、很活泼，然后对粉丝很好，而且很热情大方，而且她看球是真正有在热心应援加油的小龙女。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很特别的一个点。今天小真奶签书会，那你有什么话想跟她讲？祝她签书会一切成功，然后书籍销量越来越好，然后希望可以2刷、3刷继续刷，然后在很快的时间可以再出新的写真集，然后当然一定会继续支持，这是一定要的。问一下你当她粉丝多久？应该是2023年的时候，然后他来那个味全龙跳练习生，然后就被他那个应援所吸引，然后后来他的活动我都会去参加，这样。那请问你今天买小真奶的写真买几本？21本。那你觉得小真奶，你看他这样跳应援的人，你觉得小真奶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然后他对他做的事情都是一定要非常要求完美，所以就是他就是对自己要严苛这样。那我们有时候也跟他讲说，不用那么在意那些舞步怎样。那今天小真奶签书会，那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讲？那就是期待你第2本哦。请问一下，就是你追踪真奶多久了？小真奶从他当味全龙练习生的时候啊，就很认真的在课场，几乎每一场课场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而且都是自费前往去。从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小女生真的很认真，真的是很真诚的对待这个球队，所以真的很棒。那你觉得真奶啊，在啦啦队这个工作啊，你觉得她是一个怎样子吸引你？吸引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小龙女，包含她对工作上是一个很认真，而且她自我要求很高。你看他们每次有时候像礼拜一练舞，她可以自己利用自己的下班时间或是其他时间，每天都练舞练到很晚，而且有时候会传影片给她比较熟识的人，请那些人帮她看一下她的动作啊，她的舞蹈是不是有到位。所以我真的觉得她对这个味全龙的应援团的小龙女的部分真的是很认真的一位。今天是真奶的签书会，对，那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讲？希望他今天的签书会大卖，而且他现在已经2刷了，希望后面是3刷、4刷、5刷，刷起来。请问你追踪真奶多久了？快2年了。听说哦你是铁粉，有多铁？他的活动我几乎80%都有到，而且我是住高雄。那他在天母的比赛呢，只要他有班，我也几乎80%以上都有到场。请问你对于真奶啊、啦啦队的工作啊，哪一点吸引到你追踪他这样？我觉得他对工作的态度跟他对粉丝的态度都很认真，很棒。对我们的态度跟一般啦啦队不太一样，他比较亲民。那对我们的态度也都很亲切、很友善。那个今天是真奶的签书会嘛？那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我跟他说你很棒，签书会也很成功。原本他担心没有太多人会来，但是今天来了非常多的人，我觉得不用担心，你是最棒的，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一定是最好、最棒的。